特币要重新回到44000上方吗？山寨币怎么崩了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目前呢，我们的比特币依然有着非常非常丰厚的利润，但是我们的以太坊呢，还有山寨币，现在利润已经大幅的缩水了。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呢，比特币在这波上涨当中呢，走的依然是非常的强劲，但是以太坊还有山寨币就走的没有那么强势了。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，就会送你$30的现金哦，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。那 Big Gap 你只要 KYC 就可以拿到$15的现金，而且也可以直接提币走。我们来看到比特币的盘面，我们从日线上来看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啊，其实我们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。我们在这个位置它出现了一个三角，而且这个三角呢，我认为它是没有被跌破的。你可能会说这个位置它有没有破坏呢？如果说这里收的是实体的话，那确实会有，但是我们收的是真。那如果收真的话，其实我认为就不影响，它这个三角它还是成立的。那现在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时间其实剩的真的是不多。如果我们从现在的时间点呢往后推算呢，我们最多不会超过20天，也就是说我们在3个礼拜之内。那我个人其实认为呢，最好的情况啊，就是在下礼拜的时候就直接突破。那通常这种形态呢，它也不会走到末尾才选得出方向，通常呢都是走到可能7-8成的位置就会选得出方向。所以我认为我们在下周是非常关键的，而且对于多头来说呢，其实在这里啊，它花的时间越少越好，我们越快上去，其实对于多头结构来说绝对是越好的。那我们又可以发现呢，其实我们之前也走了一个非常非常类似的形态，在这个位置，那我们最终呢，它是向上突破了。不过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在走的过程呢，第一次它经历了非常大的回落，第二次它也有回落，第三次也有回落。不过你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的供应是越来越减少的。那直到我们后面呢测试，但却没有产生供应的时候，好，我们没问题，我们就上去了。那我认为在这里呢也会发生一样的情形，只不过呢，我们现在还要给它一点时间。那我们其实在下跌了$5000之后。没错，我们就是从$45,000多是起跌，然后一直跌到$40,600的位置，大概是$5000。这$5000的跌幅呢，我们居然能够收得这么快，而且又重新回到44000，重新测试44000。等到我们这个44000呢，测试很多次之后，其实它的阻力呢就只会越来越小。那我们可以发现啊，其实44000这个点位呢非常关键。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位，就是我们的起跌点。我们的起跌点呢，就是这根 K 线啊，大概在45000的位置，那其实呢，我们在今天这种趋势行情的时候啊，它开启了第一根，而且有爆量的那一根呢，它的起始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说这个点位可以被跌破的话，那么我们这波上涨呢，就绝对是无效的。所以当时我们在走这段盘整的时候呢，我认为我们最大就是在这个爆量阳线的开盘价的位置呢，就绝对不能被跌破。那大概是3万左右的价位。那当然，我们突破这个箱体往上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我们当时在走这段拉升的时候呢，我们中间的第二根 K 线啊，这根 K 线，它的量能呢也是放大了。那这个放大的 K 线，它的开盘价就会显得非常的重要。它的开盘价呢，没问题了，就是在4万，就这么刚好是4万。它也是我们量能开始放大的这根 K 线，那这根 K 线的开盘价绝对不能被跌破。如果被跌破的话，那么我们的上涨呢就是岌岌可危啊，或者说我们这段上涨呢，我们就比较难验证它的真实性了。那其实我们再把级别切小一点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45000，其实我们在前几天呢，我们来到的价位呢，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接近45000了，我们已经来到了44800了，离45000就只是几百美金的差距，200-300美金的差距，就是非常非常接近了。那我认为，只要我们有 K 线呢，它可以稳在45000上方呢，我们这段下跌就绝对完全可以宣告是结束了，好，那我们呢，其实现在啊，大家应该是非常关心，因为如果你持仓有山寨币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啊，山寨币都跌得非常的凶猛。那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可以从 Bitcoin Dominance 呢来看到。Bitcoin Dominance 啊，现在呢，它之前是跌破趋势线的，不过现在我们又回到趋势线的上方，那这绝对是强势的表现。其实也可以意味着我们这波多头呢，它还有行情要走，或者是说我们这段的上涨呢，它只是到了可能这个中段的位置，可能都还没有到后段，可能只是到中段的位置，
后面是还有行情要走的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那现在资金就回流到比特币身上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比特币呢是在非常缓步的上涨，但是山寨币呢基本上是全面下跌。如果你持有山寨币的话，你一定可以感同身受的。就连以太坊呢，这个山寨之王以太坊它都不太涨，而且在这段上涨它走得非常的弱，所以其实资金配置最大的呢，其实一直应该如我们所说的，我们在好几个月之前就有不断提到说，资金配置最多的要在比特币，尤其在我们小牛的行情。那现在其实就可以印证了这句话。好，那 Bitcoin Dominance 往上的时候，也就是比特币它抢走这些山寨币的市值，它的市占，所以呢，这些山寨币它就开始下跌了。当然，在比特币回调的时候，它会回调的更厉害。那现在呢，其实有几个我认为很不错的币种，在热点上的币种呢，它是来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价位，是一个值得我们抄底的价位了。真的是底哦！之前那都算是追高，但现在呢，我们确实是有一个在比较低的价位呢，可以以七八折就入手的价位，然后就买到这些很不错、很强势的币种。那当然，如果在这段的下跌当中呢，表现比较弱势的币种，我们就绝对不要去选它。那它在未来很有可能会表现得很弱势。我们选的这些币种呢，都是它之前强势，但现在呢有一定程度的回落了，价位不错了，我们才去挑它的。那当然，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 Avalanche 雪崩，市值大，而且我们之前有不断的提到它。那现在呢，它要来回踩我们前面的这个高点了，那我认为回踩的时候就会是非常非常好的入场时机点了。尤其你可以看到，我们从最高点回落的这个幅度呢，有20-30%，也就是打了7-8折，对，打了这个7折以上，回落了30几%。那我们的量能呢，也是在不断的萎缩的。其实这个就是在回调当中的一种表现。那等到我们什么时候这个量缩到极限了，然后开始又阳柱往上，那就表示我们下一波的多头呢要开始了。而且我认为Avalanche 这个币种它一样是非常值得我们持有的山寨币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Solana 的话呢，它其实从最高点的126回落到现在，其实已经有不小的回落的距离了。那当然它市值大，然后筹码也是稍微分散一些，所以回落的幅度不会到非常非常大。但其实现在呢，就是捡便宜的时候原价打7-8折的价格可以让你入手。那么现在到了这个点位呢，大概就是前期的一个支撑前期箱体下缘的支撑。那我认为这里呢，也是一个，如果你考虑的话，那它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标的，而且是一个不错的价位可能92、90左右的这种价位入手，其实就非常好了。而且只要比特币它不产生这种猛烈的下跌，我认为这些山寨币它一定会稳住的。那直到找到自己脚步之后，然后它就开始慢慢向上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OD 吧。OD 呢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突破箱体之后呢，它现在又慢慢回踩了。当然，它这个回踩呢，它是以这种缩量的形式来回踩，这个是比较好的。那其实现在呢，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，也是一个不错，可以值得入手，可以考虑入场的价位的。那其实这些币种都还是属于比较强势的。那我们最后呢，再来看 SATS 也是在明文赛道里面呢，一定得要布局的币种。那现在它回到了我们前期的一个支撑点位，那这个支撑点位它有过非常多次的支撑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，现在回到第6次。那现在呢，我认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价位。如果说大家有考虑入手的话，其实现在真的是很甜的价格。那只要比特币突破结束之后呢，比特币开始盘整，我相信这些山寨币呢，它又会飞天了。现在就是最值得布局的时候。虽然说我们需要时间等待，但我们可以入手在一个非常甜美的价位上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